大家好，我是龙儿。塑料盒切几刀，改造一下，放家里太实用了。这个创意花钱也买不到。像我手上的这种塑料大包盒，相信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几个。由于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多人都没有了做饭的习惯，3天2头就点外卖。而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就会用到这种的打包盒。像这种的塑料一次性打包盒，很多人吃完饭随手就扔掉了。殊不知，像这样的打包盒，其实它是在我们点餐的时候另收取了费用的。一个打包盒少说也得花1块钱买的，如果只用一次，直接这样扔掉就太可惜了。其实像这种的打包盒，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上面有许许多多的标志，从这些标志上面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个打包盒能不能反复的利用。我们把打包盒底部翻过来，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些标志。如果你的打包盒上面这些标志都有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打包盒是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甚至是可以反复再利用的。但如果没有这些标志，那么你就要当心了，很可能是用一些不好的材质做出来的打包盒，在生产卫生上面可能不达标，不合格。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些标记。这些标记除了在我们的打包盒底部有，打包盒的盖子上面也会看到哦。那么不管是圆形的打包盒，或者是这种长方体的打包盒，只要是正规的打包盒，上面都会有这些标志。其实打包盒除了可以反复利用之外，把它放在我们家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神奇妙用。比如说在上面剪上2刀，就可以解决家家户户的大难题了，一年还能节省不少的开支。我们准备一个尺子，把打包盒底部这样倒扣过来，在它的底部划上2条杠子，这2条竖杠之间的距离可以窄一点，也可以宽一点。一般情况下，我会留出2公分的间隙。这样画好后，我们两端直接用笔这样连接就可以了。全部画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将一次性打包盒立起来，把这个塑料盒子立起来之后，在塑料盒子上面的这个地方也画上一个小方块。除了画成小方块之外，还可以画成一个圆形，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画好之后，用剪刀沿着我们画的形状将中间这一块剪下来。剪的时候力度要轻，因为这个塑料盒非常的脆，稍有不慎就很可能把它给剪裂开，剪爆了。这一面剪好后，底部的这个长方形也用剪刀将它剪开。我个人感觉用剪刀剪起来要方便许多，但是如果你觉得美工刀比较好用的话，也可以用美工刀哦。不一会儿就剪好了，剪出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找出家里面的打火机，把打火机的火调得小一点，然后这样来回的烤一烤，把剪口处烤一烤，这样可以让剪口处更加的平滑，后期用的过程中会更加的丝滑，而且也不容易伤到手，用手去摸非常光滑就可以了。那么下面这一部分正方形的地方也要用火给它烤一烤，同样用手再触摸一下，不会割手为宜。塑料盒子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有什么神奇用处呢？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可能还是一头雾水，不要着急，这些东西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是的，它们就是平时我们购买了瓜果蔬菜或者是一些零食肉类提回来的一些手提塑料袋，很多朋友都会把它保存起来，尤其是对于家庭主妇来说，这些塑料袋还可以用来装家里面的厨余垃圾或者是其他垃圾呢。这样一来就可以省下平时用来购买垃圾袋的钱了，一年下来还能节省很多的开支呢。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塑料袋在家里面越放越多，直接这样乱七八糟扔的话，不仅影响美观，而且还超级的占地方，看起来也特别的碍眼。直接扔掉吧，又感觉扔不下手，那么该怎么办呢？很多朋友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一次性打包盒、塑料盒就派上用场了。首先，我们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塑料袋
再这样乱七八糟的捏成小团，团的越小越好。团好的塑料袋直接塞到我们刚才改造好的这个塑料饭盒里。刚才乱七八糟的塑料袋一下子就被一个小饭盒完全收纳起来了，并且还有许许多多的富余空间，还可以放许许多多的塑料袋呢。然后把盖子扣上，扣紧，完全扣紧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接着去隔壁老王家借一把热熔胶，在塑料打包盒上面打上一层热熔胶，可以多打一点。家里面没有热熔胶的话，用比较强力的双面胶粘在上面也是可以的。打好胶之后，现在把它随随便便贴在厨房的一个比较空闲的地方，哪里有空间就贴在哪里。用手按压1分钟，让热熔胶和墙面紧紧地被贴合在一起。1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塑料饭盒贴在上面非常的稳固。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塑料袋，我们想要用的时候就可以将它随意的抽取出来了，用几个抽几个。除此之外，我们平时买了菜回来之后，剩下的塑料袋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将它塞进去，直到把它塞满，塞不进为止。这个地方除了可以把塑料袋塞进去之外，还可以从下面塞进去，同时还可以将塑料袋取出来。塑料袋比较多的时候，还可以把后面的盖子直接取下来，这样一下子就可以像刚才一样装许许多多的塑料袋进来。怎么样？刚才乱七八糟的塑料袋一下子就被完全收纳起来了，而且收纳起来挂在墙上面，真的特别的省空间，看起来也整洁大方了许多。有了这个塑料小盒子之后，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家里面的塑料袋放不下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把它这样悬挂在厨房里面，一点都不占位置，看上去也特别的美观，既耐看又耐用。不想要的时候扯下来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本身就是废物利用，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可惜之处。那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咱们这种的一次性打包盒在生活中的一些妙用。那么这个用处呢，我家也受到了非常大的益处，所以呢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对大家有更多的帮助。当然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话，更好的妙用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让更多的人受益哦。我是龙儿，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赞哦，点击我的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视频。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